这期影片我会介绍给你 Canva 最新推出的11个功能工具。有的功能工具你可能还不知道它的存在，或者是说你不知道应该如何操作，而且这些功能都是可以让你免费的使用的。我想更加熟练的去使用 Canva， 一定要认真看完这期影片。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所以要记得订阅我频道。首先第一个新的功能就是你可以为你的图形或者线条去定制化渐层的颜色。比如说在这里面，我首先去加入一个图形，我可以选择元素，这里面选择形状，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五角星的形状，然后选择颜色，这里面可以找到渐层的颜色，它已经有一些提前预设好的渐层颜色，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渐层颜色，现在就可以看到我这图形上面就有一个渐层的颜色了。或者说你不喜欢这里面的所有的渐层颜色，你可以选择这个新增颜色，在渐层选项底下，你就可以更改这个渐层颜色的搭配了。比如说把这红色去变成更深一点，然后把这黄色去变成蓝色，你就可以看到就会有这样的渐层颜色。这两个颜色你是可以交换位置的，比如说让蓝色在左边，紫色在右边，就是有这样的形状。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更改风格，这个时候蓝色就在上面了，紫色就在下面。或者是从中心发散的，蓝色在圆心，然后往外扩散就紫色。我也可以添加个线条，还是选择元素，这里面选择一根线条，在这里可以选择线条颜色，你可以找到提前预设好的渐层颜色，比如说可以选择这样的颜色，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有一个这样的渐层颜色了。还是一样，如果想更改这里面渐层颜色的搭配，也是选择加号，这里面你就可以更改它渐层颜色搭配了。下个就是品牌 logo， 在 Canva 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品牌的 logo。一般来说，我们的做法就是在元素里面去专门搜索相关的品牌。比如说我搜索 YouTube， 这时候我们可以查到图像，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有一些 YouTube 的标志，但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原始的 YouTube 标志，也就是有专门的 YouTube 图形，同时有 YouTube 的名字。那么这个时候在 Canva 里面，我推荐大家使用一个应用程式。你首先可以选择这个应用程式，然后你可以搜索 Brand Fetch， 就可以找到这个应用程式。这个应用程式的功能就是能够让你去快速简单的去添加各类品牌的 logo， 然后可以选择开启，这里面就会展示出一些品牌的 logo。你可以在上面去使用搜索栏，比如说还是搜索 YouTube， 然后选择第一个，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有非常完整的 YouTube logo 了，有带有这品牌标志还有品牌名称的，然后不同的颜色搭配都是有的，然后还有单独的品牌 icon 的，这些都是有的。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标志，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快速的去加入了 YouTube 的品牌 logo。 这里面还展示给你这品牌里面所运用到的所有颜色，然后还有它包含的图片。我也可以搜索 Facebook， 这里就可以看到有 Facebook 所有的 logo， 这是专门的名字的 logo， 我就把它加入到我设计里面了。或者是单独的品牌 icon， 这个是有的，所以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下一个功能就是边框尺寸比例调整。在 Canva 里面有个特殊的元素，它是边框，我可以选择元素，然后往上拖，这里面有个边框选项，我可以选择查看全部，这里面会有不同的分类，基本形状是能够让你去任意的调节它尺寸还有比例的。我可以选择查看全部，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圆形，这个是一个非常正的圆，但是如果说我想把它变成椭圆也是可以的，我只需要这样操作，把它往里拉，就变成一个椭圆形的边框。然后这边框我是能够加入图片的，我选照片，然后选这个图片，你就可以看到我就加入一个图片到这边框里面。或者说我想要变成一个另外的扁平的椭圆，是这样横式的，也是可以的。然后选照片，这里面再去添加一个图像，你就可以看到会有2种不一样的边框。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边框，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边框，也可以把它缩小一些，就变成比较细长的了。然后这里面也可以加入图片，这里还可以看到其他类别的边框，有的边框是不能够让你做任意调整的，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装置的边框，你可以看到我只能够把它变大或者变小，但是我不能左右的去把它缩小变窄，这个是不可以的。或者是我们尝试一下花卉的边框，这也是能够让你去做任意的修改的，可以把它变窄或者变大，然后同比例的放大缩小，这是可以的。接下来这个功能还是跟边框有关，你可以给边框去加入框线，或者是加入圆角。比如说这里面我选择一个边框，这个是花卉的边框，我选这个框线样式，这里面会有4种样式你可以选择，这是实线的，这是第1种虚线样式，第2种虚线样式，然后第3种虚线样式。然后你可以调节框线的粗细，
然后这边框的颜色也是能够更改的，可以选择这个框线颜色，比如说把它变成红色，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框线的颜色就变成红色了。在这边框里面也是能够去加入图片的，比如说我加入这个图片，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边框就加入一个图片了。或者说我可以选这个五角星的边框，这五角星的4个角是直角，我可以把这五角星的4个角去变成圆角，还选这个框线样式，然后这里有个边角圆画，你就可以看到我这五角星的角就变成圆形的了，然后也是能够去给它加入框线的。你可以看到我可以把它变粗一点，就变成了一个另外的形状了，然后也是能够更改它颜色的，所以这个功能也是能够让你的设计变得更加有创意的。下一个功能我也展示给你如何去做出这样子的镂空文字的设计效果。要想做到空心文字的效果，我可以首先给我的画面去加入一个底色，这是一个渐层颜色的背景，然后可以加入一个人像，我可以选照片，然后搜索这个人像，我可以直接使用这个透明背景的，但是这个功能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获得30天的 Canva Pro， 你就能够使用这些 Canva Pro 的元素了，还有 Canva Pro 的功能。我可以把它加入到画面里面，移动到右边，这个时候我可以添加文字了，我可以选文字选项，选新增文字方块，我可以把它变成白色，这时候我需要复制这个文字，然后把它叠加在一起，这时候我需要选择位置选项，然后选图层，然后需要选择最上方的文字，给它添加个效果，这个空心文字的效果，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镂空文字的效果了。你就可以看到，当我把这人物去移动到文字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出现一个镂空文字的效果，这在你做缩图的时候非常的好用，可以做出一个特别的设计效果，这就是镂空的文字效果了。接下来会展示给你更多最新的 Canva 的功能使用技巧。不过在之前，如果你喜欢这期面的分享，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下一个功能就是边框图片控制，比如这里面我准备了一个边框，并且这边框里面是有一张图片的，然后我想把这个云去和这边框进行搭配，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接下来操作，我把这边框慢慢的移动到这框架这边，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元素就被嵌入到这边框里面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所以想要避免我们的元素被嵌入到本身已经有图片的边框里面，我们可以按住 Ctrl， 或者如果你是苹果电脑用户，你可以按住 Command， 这个时候你在移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元素就不会再被嵌入到这边框里面了，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了。下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做出波浪的文字，我可以选择文字选项，然后选择新增文字方块，这里面我可以更改一下信息，然后可以给它加入个效果，选择弯曲，这里我可以调整它的弯曲程度，比如说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我可以把它再复制一下，然后它的弯曲程度是需要反向的，还是选效果，把它进行反向的弯曲，然后把它连接到一起，稍微调整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做出了一个波浪形的文字。下一个功能就是字形搭配，还是在文字选项底下，你可以看到底下有很多的字形搭配，比如说有这样的发亮文字的效果，或者是有这样的不同颜色的组合，这些都是 Canva 提前帮你去做出的效果。如果你看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你可以直接选择，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文字搭配，然后我们是可以更改它的文字信息的，底下的文字也是能够更改的。它们是一个群组，我们也是能够把它取消群组的。那么这两个字形就能够任意分开了，可以随便的拖动，然后也是能够更改它的颜色的，比如说更改成蓝色，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然后这文字也是能够更改的，把它变成一个红色，你就能够很好的去变成一个新的字形组合搭配。然后你可以看到在 Canva 里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波浪形文字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它也是把两个文字进行组合，我也是能够取消群组的，然后更改它的信息，然后把它靠近一些，你就能看到也是能够快速制作出波浪文字的效果的。接下来一个功能就是 Canva 能够快速的总结出照片里面的所有颜色，比如这里面我准备一张照片，然后可以选择背景，这里面选择背景颜色，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有个专门的照片颜色总监，这里面就所有的背景颜色了。这个在我们保持设计颜色的一致性的时候非常的好用。比如说我需要在这画面里面去加入云的形状，我就可以加入这个云的形状，然后可以给它加入个颜色，这里面选了照片颜色里面的颜色，比如说这红色，这样就可以保证我的元素是和这照片里面是一致的。下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使用 Mockups 就是样机，你可以找到应用程式，然后搜索 Mockups， 这里面你可以找到不同的类别，比如说印刷品、智能手机、服装、电脑，还有家庭生活用品、包装，这些都是有的。
比如说可以查找电脑的样机，你可以看到在很多实际产品里面，你就能够使用到这些样机了。比如说我可以使用这个样机，我可以在这电脑里面去加入我频道的首页，我可以对我频道首页进行截图，然后移动这截图到这样机里面，就可以看到现在就加入这图片了，但是需要调整的大小，我可以选填满，然后选择套用变更。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电脑屏幕上面就有我频道的首页图片了，就会让你整张图片变得更加真实。下一个功能就是 CanWave， 我们可以来到应用程式里面，然后搜索 CanWave。第一个应用程式就是它是能够让你去快速创建出一个不同颜色组合的波浪的。这边操作比较简单，你可以选这个实色，比如这里面它默认是紫色，也可以变成其他颜色，比如说蓝色。这里的波浪它是有3层，你可以添加更多的个数，比如说5层，它的颜色就会有一个渐变的效果。然后你可以调节一下它的颜色的变化，越往右它的颜色变化就越明显，越往左就越不明显。然后是它的波浪复杂程度，还有它的高度也是能够调节的。在调整完之后，就可以选这个 Add to Design， 这样做出了一个蓝色的波浪了。这波浪你可以把它无限放大，它的画质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去做成你的 YouTube 的缩图背景也是可以的，然后其他的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渐层颜色或者是线条的波浪，你可以去发挥你的不同创意。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免费的使用 Canva， 在这播放列表里面你可以找到更多关于 Canva 的教程。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内容，追踪我 IG， 能够和有更多互动。那么下期影片再见，拜拜。